一些人被鬼子压下火车，在凛冽的寒风中，他们感到阵阵不安。而一个抱着婴儿的母亲被鬼子叫住，接着就抢走了他的孩子。因为鬼子想要做一个婴儿标本，可怜的母亲祈求将他的孩子还给他。接着就有鬼子兵将女人拖走，并一脚将她踹入冰冷的地牢。接着被抓进来的人都要先进行洗澡消毒，顺便给小鬼子们上一课。当鬼子问这是什么，小鬼子回答说是一个中国人，接着就会挨揍。有的回答说是一个坏中国人，也一样会挨揍。鬼子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马路大，是烧火做棺材的木头，是试验的材料，并让小鬼子们一起高喊马路大。接着就让小鬼子们拿棍棒朝那人打去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活活打死。而鬼子则是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一个女人被绑在零下40度的户外，鬼子一把抢走她手里的枕头扔在地上，在鬼子去盛水时踩在枕头上，女人心疼的大叫起来，因为她的孩子被鬼子抢走时，她神智就出了问题，她把那个枕头当成自己的宝宝。她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她的孩子已经被做成了标本。鬼子将挖来的冰水倒在女人手臂上，女人被痛得撕心裂肺的嚎叫，但鬼子没有一丝丝怜悯之心，还是不断的往她手臂上倒冰水。就这样过了5个小时，女人手臂上的细胞已经完全被冻死。接着女人被带到实验室，鬼子让她把手臂放入20度的温水中，5分钟后让她站起身。老鬼子说此时的皮肉已经和骨头分离，他再用力一拽，女人的皮肉都被撕扯了下来。几天后，鬼子拿这个女人做20倍鼠疫病毒试验，她就在极度痛苦中结束了生命。鬼子的艺伎不小心打破了奇观，石井四郎如同疯狗一样去捡地上的棋子，因为他想到了承载鼠疫病毒最佳的载体。而此时被吓坏的艺伎躲在墙角一动不敢动。次日，石井四郎向手下宣布了这个好消息，并将这样的炸弹起名叫做细菌陶瓷低温弹。这种炸弹不会产生高温，里面的病毒也就不会被杀死。接着就将数百名我国同胞绑在空地上，鬼子的飞机扔下病毒炸弹，我们的同胞许多人被飞溅的陶瓷碎片划伤，他们也很快在病毒的感染中痛苦绝望的死去。而一头鬼子在搬运陶瓷炸弹时不小心摔碎了。得到消息的石井四郎立刻下令飞机在郊外降落，迎接他们的是一群全副武装的防生化部队。飞机里的鬼子被赶到荒岛上，迎接他们的是鬼子的机枪，他们被打成筛子滚落下去。请将死得漂亮打在评论区。十恶不赦的鬼子不断作茧自缚，若他们不思悔改，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试探我们东方大国的底线，触碰红线之日，他们必将收到不能拒收的东方快递。希望他们好自为之。我们中国人虽善良，但是我们也从不畏惧战争。